美伊战事，今天带观众朋友持续来关心到是伊朗击落了敌军哦。这一次呢是第2架的美军 F-35，为什么突然间紧急迫降了？等一下我们会有比较详尽的一个解析。另外呢，在此刻伊朗秀出的就是它的迷你潜舰。伏击了荷姆兹海峡，等一下也会一起来看这个潜舰。那川普想要修理伊朗，但是德黑兰没有想到他先送了惊喜。好，在留言板上，观众朋友可以先留言给我们哦，说接下来的美伊这场战事到底谁可以撑得比较久？如果认为是伊朗的，可以写下1；如果认为是美国的，可以写下2，来跟我们做更多的互动。这一次川普又再度的开骂了，我们来看他怎么说。他说，伊朗当局对美国的和平提议的回应根本是垃圾哦，美伊停火现在已经是可以说只是靠着维生系统在硬撑着了，也换句话说，是不是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下一场战争呢？因为川普马上有了动作，召集了国安团队正式的来开会，研拟接下来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要对德黑兰他如果不听话的话，要来稍微修理他一下，这是川普说的。接下来可能做的行动包括恢复自由计划护航荷姆兹的行动。第二件事情说呢，对伊朗还没有遭受打击的25%的目标，可能接下来美方就会重启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了。川普说完之后，我们来看到伊朗怎么回应。这个是国会议长说，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了，严厉的要来做回应。有任何的攻击，敌人将会感到惊喜。而军事行动上，马上就有了大动作，在荷姆兹海峡部署的。今天特别来看到这个是国产的加迪尔级的迷你潜舰，随时要用上场。它可以做的事情不是一个正面迎战，而是它可以偷偷的潜伏，并且贴近航道之后，甚至是布设水雷。现在担心的事情是，它会不会把这个迷你潜舰搭配其他的一些武器，不管是无人机、飞弹，来做一个联合的作战。那川普接下来说要修理德黑兰，他又可能会采取哪一些行动？大使怎么看？对，现在就是说，事实上，荷姆兹海峡现在这个伊朗封锁的范围不大，所以美国几次试图想要突破进入荷姆兹海峡伊朗封锁的水域伊朗就用发射这个导弹的方式美国伊朗都说击中了2艘，那美国就是不吭气，可是呢，美国立刻就溜了，所以美国不敢在那个水域跟伊朗怎么讲这个正面冲突。只要是那个地方实在是一个死阵那个阵你一进去你知道你再强的武功你进去你也是怎么万箭穿心，因为水域太窄了，而且这里面伊朗有它的这种所谓的地对舰导弹这种地对舰导弹的话，20公里200公里射程就够了，因为那个海峡没有那么宽，对，它只要从陆基发射，你就很难逃过去。所以美国几次试探都是一打就跑，那一被发现一打就跑，那有没有被击中，美国也不说。不过现在就变成就是说，不管是迷你潜舰、水雷、无人机那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小的范围。那小的范围，美军舰艇不进去的话，你也无用武之地。你这个小潜艇，你也不敢出自己的封锁范围。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伊朗基本上它的所谓的秘密武器还是那个超高音速导弹，那可能是比较精准的这个地对舰的导弹或者空对舰都有可能，那可能就会对美国在这个阿拉伯湾里面这里面的就阿曼湾之外阿拉伯海的这些现在美军的这些封锁这个荷姆斯海峡的主力的部件它可能会加强攻击。其实过去它一直在攻击，从来没有停过。可是我觉得伊朗基本上也不想把这个战争提高到你把一个美军的主要战舰你击中它或者击伤它。因为这一定会造成美军更大规模的报复，这种报复的话，对伊朗来讲，它不是他所预见的。所以如果美国是小打的话，25目标由他重新打的话，而不是说停战以前那种密集的打法的话，伊朗还是怎么样等比的报复。那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导弹，可是它要造成的伤害跟造成的伤亡伊朗还是会控制的。因为你造成太大的伤亡跟伤害的话，那回过头来，美军就要加强。那所以就伊朗的这个这么长时间一个打法的话，我觉得它会有新武器出来，可是不见得会增强对美军或造成的伤亡或者那个对美军的敏感目标它也不会轻易攻击。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基本上
关键还在美国。你看川普啊，说基本上哈，人家是靠维生系统撑着也好，可是你要打的时候，你都说稍微修理一下，稍微修理一下，以色列、伊朗就会稍微回应一下。原因是什么呢？油价，还有美国国内的反应。倒不是说还有就是怕牺牲。所以这3点存在的话，川普就会稍微轻轻点到为止，修理一下，点到为止。好，这个是美国的动作，也还是有非常多的顾忌哦，主要是担心这个油价高涨对于川普接下来民调的支持度会有很重大的影响。那一边呢，美国说有这个军事行动，一边又说想要和谈，但是我们来看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以色列到现在还是不想要收手嘛，尤其是我们在军事行动上面可以看出一些的迹象，因为呢，在11号这一天，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伊朗军方宣布说有一架呢入侵伊朗西南部的敌方侦察无人机被伊朗的防空网给击落了。那不知道国籍，但是现在外界推测可能是以色列制的，这个是赫尔墨斯900无人机。重点是它来头不小，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它的小档案，是中高空长航时的侦察无人机，可以随时进行的是勤监搜的一个任务，能搭载光电、红外线跟孔径雷达，适合侦察伊朗的防空部署还有军事目标。那更尴尬的事情是，大家还记得吗？当时不是 F-35出事吗？第一架，现在是说短短24小时之内，2架美军的 F-35战机在阿曼湾的上空接连发出了7700的紧急代码，发生什么事了呢？外界现在怀疑了，因为伊朗他不是说他会有新的一些战争的打法吗？跟这件事情有没有关系？那干哥又怎么看？好 ，OK， 我们先看那个伊朗这个击落了以色列的那个 Hermes 900型哈，其实赫尔墨斯它就是 Hermes 的意思，这是希腊神话里面的竞技神的意思。那它这个 Hermes 900不是一般的无人机。它是大型长时间滞空无人机，它可以在天上待命，等你决定打或不打，可以等你20个钟头，可以等指挥官等你20个钟头，是可以长期滞空的，而且它身上带着，身上可以带着350公斤的筹载，也就是它可以带4枚地狱火飞弹，所以它不是一般的无人机啊，这次被伊朗的综合防空远程系统打下来啊，所以我是在想。这一架无人机你飞得太里面了，你飞得太深入了，才会被伊朗打下来。现在回过头来看，在阿曼湾上空，2架 F-35同时遇难吗？7700我们讲过了，是紧急代码。对。那这个7700代表说它已经不可控。这架飞机，我现在飞行员已经发出这个代码，就代表说我不可控了。那我们现在来看 F-35，老实讲一句，它有可能会遇到2个问题，2种可能性。第一种是什么？第一种就是说，在24小时里面，2架都发出7700的代码，代表的是他们遇到了防空飞弹拦截吗？如果是防空飞弹拦截的话，发出的就不仅仅是7700，应该要发出 Mayday， 更明确的指令 ，Mayday。飞行员直接就讲了，就等于是我已经被击中了，我被击落了。可是，在24小时里面，2架都被击中的可能性大不大？这又是一种不能够让人家能够理解的。所以，伊朗这方面也没有公布正确的资讯，美国也没有。是，但是我认为说，他们可能以色列的美国的 F-35飞行员，他们可能遭遇到什么问题？他们可能遭遇到不是正规的大型防空雷达照射而被击落。他们是碰到什么？他们是碰到肩射飞弹，放在肩膀上，一个士兵就可以发射的飞弹，非常小型。为什么？这种小飞弹它不靠主动雷达的，所以当 F-35在飞的时候，飞弹来袭，它不知道，因为它靠的是被动的红外线导引。也就是说，这个肩射飞弹它是被动，它只要碰到你有红外线，我才打你。可是如果是红外线的话 ，F-35不知道，除非是主动雷达照了它，敌方用主动雷达照我才知道说我被雷达照到了，我被锁定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F-35才会开始闪避、躲、发射热焰弹等等。
你会被那个最传统、最原始的红外线的那个导引飞弹给骗住了。所以军事武器本来就是这样子，越高级越精密，你越能够抵御。但是那种一个兵就可以带着那个飞弹，你更不知道代表什么。F-35你飞太低了，为什么你知道？我刚才讲的那个红外线导引飞弹射程只有8公里而已，能够打得到你的话，代表你已经等于是飞得在200公尺左右那么低。好，这是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我们就要讲 F-35它的前世今生。第二种可能性就是，我跟你讲，我电脑出问题了，我必须要迫降。为什么？因为我的电脑问题实在太多了。F-35到现在你知道，上次我说过，它有800项软体到现在还没解决。800项软体问题没有解决，请问一下，现在解决了一半了没有？不知道。我现在在讲一个最新的，就是说，美国五角大厦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TR3 计划现在做得怎么样？什么叫 TR3 计划？就是 Tech Refresh， 就是 F-35的升级系统 Block 4， 到现在你们公司做得怎么样？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说很快很快，我们大概明年就会可以做好。那明年要做好，今年出厂的飞机怎么办？他说先用缩水版，结果日本第一个说不收，日本马上不收，澳洲也说不收，然后五角大厦说他们都不收，盟邦都不收，是美国空军自己要收吗？你还要叫我们拿这个缩水版、阳春版，不行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遭遇到软体的困难，它总共有88项升级，现在通通停摆。一架飞机1亿2千万，你告诉我用阳春的系统，日本说我不要，澳洲也说我不要，所以现在美国空军现在暂时能够收到飞机的都是阳春版，美国不会容许一个公司这样子诓他们，所以他现在到底是遇到的，我跟各位讲哈，只要 F-35遇到了电脑问题的话，它就会发出7700，为什么啊？这个水平尾舵不会动了啊。然后这个姿态仪不对了，那会摔下去的嘛。所以究竟这2架 F-35在阿曼湾上空，后来紧急降落在扎夫拉的阿联酋的基地是为什么？说句实在话，被防空飞弹击落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这个很可能不能够逃过很多军事网站的法眼。然后另外第二个就是它的电脑系统，我刚才讲那么多。它的电脑系统出了问题，它必须迫降，代表它故障的频率太高了。接下来还会有第3架或第4架，我们也不会觉得奇怪。如果有一天 F-35再损失的话，对美国来讲，对他的对川普的脸就是狠狠的打了一巴掌了。对，好，24小时内2架 F-35迫降到底是内部电脑的问题，还是外部可能有飞弹等等，这个还要持续的做追踪。但是已经让美军是颜面扫地了。那另外一方面呢，这场战争打到现在，到底有没有要停？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以色列几乎是可以说是不想要停，还想把美国再拉进战争的泥淖当中。因为呢，纳坦雅胡公开喊话说要进入伊朗，强行夺取浓缩铀，拆除它的核设施，到现在还是继续的这样子喊话。但是呢，另外比较吊诡的事情是，那波湾国家的态度到底又是什么呢？华尔街日报在此刻突然间又爆料说，阿联曾经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秘密空袭，打的就是伊朗境内的一座炼油厂。那川普此刻好像是想要跟盟友开始划清界限了，他甚至跟纳坦雅胡通话的时候划界说，美伊的停战谈判是我的事，是美国的事情。那上这个又怎么看？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主要就是在观察现在这个中东战争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这个对象，它是一个变数。那在国家方面，其实就阿联酋哈，我想其实阿联酋本身它的除了它先前退出了整个这个石油相关组织，跑去北京，然后就宣布要自主独立。华尔街日报这次披露，它在4月初的时候，可能曾经去偷偷的去打了一下这个伊朗的这个拉万岛的石油设施，报复了一下哈。当然，现在阿联酋自己的外交部是完全拒绝评论，那么这拒绝评论也没有否认所以还是比较微妙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整个现在来讲，对于伊朗或对美国，其实都仿佛有一些意见，要走自己的路。所以这个是阿联酋。不过大家其实更关注的，其实还是
纳坦雅胡，因为呢，纳坦雅胡最近真的有点火大，就像刚刚思明讲的，哇，就又突然又爆发了。我想他已经压抑了1个多月在这个美伊谈判的过程里头。不过其实大家比较还是关注的不是纳坦雅胡个人如何，而是川普有没有受到纳坦雅胡的影响。其实我们最近在评估，我想其实在国际上来看，因为过去就觉得说整个这场伊朗战争其实就是美国历来的总统当中，就是川普被纳坦雅胡骗，这已经几乎已经被半证实是如此了哦。所以我们看最近其实川普看起来其实对纳坦雅胡是不假辞色的。首先呢，就是最近其实屡次谈到现在美伊谈判的时候，因为纳坦雅胡跟川普经常都在通电话的，可是呢这里头就有传出川普其实对纳坦雅胡直接讲说 That's my situation。他不是说 my business，my situation 是比较礼貌的，就是说我的局 ，not everybody's sales， 就是说不是别人的事。所以这里有表示说，你不要管我了，这是美伊谈判我们自己经理，你以色列不要插嘴，也不要提任何的意见。在此之外的话，其实在早先我们知道，在大概约莫3月中的时候，因为以色列又去炸伊朗的油田，在当时其实川普有火大，也有很正式的讲说不准炸。他有表达强烈，这是3月的时候。其实后来其实还有黎巴嫩美伊战争在美伊谈判开始的时候，又在炸黎巴嫩。其实这个是川普其实历来对于纳坦雅胡以色列比较凶的，他当时有说禁止，而且他讲说 enough 用大写。够了，就是你不要再炸黎巴嫩，就影响我跟伊朗的部分的谈判。所以看起来，其实确实是川普对于纳坦雅胡。然后美国有些评论认为说，川普作为商人，他最讨厌被人家当傻子，被人家玩弄。他后来还是真的醒悟过来，觉得被玩弄了。但是这一切是真的吗？犹太人跟美国的关系，川普跟以色列关系真的能够就这样撇清吗？所以也有人认为他一切就为了期中选举，让川普觉得跟纳坦雅胡跟以色列有所切割、有所冷却，来满足现在其实美国国内有很多反以色列的这个声浪。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